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酿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23季第6集。啤酒中心举办了一场恐龙主题活动，会场人满为患，孩子们个个兴奋异常。但当恐龙们出现时，他们全都吓得四散奔逃，最后剩下人已经寥寥无几了。辛普森家一直待到了恐龙灭绝，听广播说保护地球，否则人类就会和恐龙一个下场。辛巴问孩子们是否了解重点，小新却不以为然。这件事只能说明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一颗小行星就能将我们彻底毁灭，所以应该及时行乐，破坏到底。于是，一家人就开始现场作妖。看完节目，辛巴带着孩子们买礼品，因为都觉得自己吃亏。小新和新小妹起了争执，辛巴勒令都别买了，但又爱不过小新的可怜表情，于是就同意他买一个，这惹恼了小新，抄起粪袜时就向辛巴砸去。辛巴躲过了一劫，砸掉了一只恐龙头，没想到里面的人新小妹认识，那女孩惊讶之余撒腿就跑，新小妹忙叫上老爸，父女俩就向那女孩追去，不料才追到半路，辛巴就累了，瘫在恐龙舌头上休息。新小妹继续前进，在更衣室里堵到了那个女孩，你是弗朗西斯是吗？安吉丽塔·巴顿丛书作者。女孩表示自己就是她说的那个人，然后摆了摆手请她出去，但是新小妹就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工作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还有主角是怎么拿到魔杖的？女孩打断了新小妹的一连串的发问，告诉她弗朗西斯是个假身份，自己只是个被人操纵的木偶，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董事会决定的，都是基于市场调查，内容完完全全是由满屋的嗑药专业户写出来的。出版商收获大量利益，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每年收获10本喜爱作者的书，所谓的青少年文学都是假的。新小妹伤心的离开了。回家之后，新小妹决定烧掉所有安吉丽塔·巴顿丛书。她向老爸抱怨，你能相信出版商欺骗读者就为了赚那几百万吗？而且随意挥霍赚的钱都不会被抓，原本只是发发牢骚，谁知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辛爸也决定去干他一票。图书大作战正式开始。辛爸首先邀请成员是小新，100万美元的诱惑还是很大的。小新开始有点兴趣了，让老爸说下去。辛爸将计划告诉儿子，他又成立一个青少年写作帮。现在刘备需要一个诸葛亮，而小新就是那个诸葛亮。很好，小新同意加入了。接下来正式组团，他们邀请第2个成员是校长，他是小新所知道的最了解孩子的人。校长原本还想安于现状，但老妈脾气太暴躁了，于是小新乘胜追击，拿着你的那份钱，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寓了。这确实令人心动，他加入。第3个成员是帕蒂，因为他读过很多奇幻小说，这倒是真的，他可以流利使用任何奇思妙想出的言语，从多斯拉克人的语言到蛇语。那好吧，他加入。第4个成员是老谋子，他义正言辞拒绝了父子俩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其实他们邀请是莱尼，但莱尼才养了一只猴子，还在培养感情，所以拒绝了。那好吧，父子俩作势要走，老谋子马上叫住了他们，我想加入，而且他表示自己已经出版了5本比较成功的儿童读物。那好吧，就你了，最后就只需要一个懂电脑的了。于是他们强行让教授入伙了，不得不说这有点大材小用了。父子俩正在卧室讨论计划的可行度，突然被经过的新小妹听到了。你们一群人写1本书，难道是为了利润吗？小新对他的大惊小怪有些无语。现实点妹妹，谁写书不是为了赚钱？我就没见过你男朋友莎士比亚错过那么多顿美食。新小妹感觉受到了侮辱，当即表示自己也要写1本书，一本令读者产生共鸣的个人著作。flag 已经立下，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新小妹打开电脑，制定了写作计划，每次只写1-2千字，控制好节奏，然后写下了第1章。然而没有音乐，好像差点感觉，于是新小妹就去寻找合适的 CD 了。好了，终于可以开始了。什么？原来是在玩游戏。就在新小妹玩得不亦乐乎之时，青少年写作帮已经悄然运作。首先是分工，确立一个大概的背景和剧情，阅读储备这时就派上了用场，大家纷纷开始贡献自己的想法。英雄们大多是孤儿，故事大都设定在与孩子们有关的地方，比如学校，但实际上这是一所魔法学院。主人公会发现自己有超能力，辛巴总结，那就是将他们组合起来，就是基本框架。主角嘛，就是一只吸血鬼。帕蒂指着书架那些吸血鬼著作，只想问你是认真的吗？这实在是太多了，一点新意也没有。正当大家冥思苦想寻找新主角时，小朋友们突然大呼食人魔。老谋子表示很受伤，我也是人好吗？也流红色的血。咦，怎么是绿色的？那个我说他会变红的，你信吗？小新灵光一现，食人魔孤儿就他了。食人魔居住在桥下面，那么学校也应该建在一座桥下面。酷学生们就是小精灵，啦啦队长们是小仙子，小霸王们则是夜行神龙。然后他们都玩叫毛毛球的运动。就在大家万分高兴之时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，他就是尼尔盖曼。他觉得自己的加入能让他们的团队增加点价值。小新同意了他的请求，给他安排了工作，准备午餐。新小妹就在他们的不远处准备动笔了，不过没几分钟，他又想去买点东西了。新小妹觉得自己爱死当作家的感觉了，咖啡也买好了，可以正式开始
了吧？并不，对手已经写了10几章了，甚至制作了宣传海报。他还在玩铅笔、看电视，各自检查手里的有无问题，再将改好的稿件统一交给教授录入。他们真有条不紊地创作着，新小妹却无心写作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他们累瘫了，尼尔就会给他们打气。长时间的不眠不休，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成果，完结撒花。小新很满意他们辛苦努力的结晶，而且封面也已经制作好了，书名《桥下学院的食人魔兄弟》。新小妹颠第1章节团团转，突然她有了思路，一条美人鱼爱上陆地上的男孩。然而当她看到墙上美人鱼海报时，不禁万念俱灰。正当她绝望地趴在床上的时候，打印机突然传来运作声，原来是写作帮的稿件完成了，要打印。接下来就是联系书商出版了。青少年写作帮气势汹汹来到土温亮点公司，负责人翻阅了一下，是个不错的故事，所以谁是那个假作者？负责人表示，如果不招个假作者，再编点爆炸性故事，就卖不了书。编本小说就算了，还要编个作者，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小新告诉大家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傻瓜来假装这本书的作者。恰好踏进春田书室的新小妹就成了众人的目标，她正对自己的名字博一圈在书上而万分苦恼。辛爸走过来告诉她，也许10分钟后这件事就会发生了。那好吧，新小妹也加入了。终于到了终审环节，虽说写小说憋不出1个字，但造假身份，新小妹还是在行的。我在马戏团长大，妈妈是表演指导者，爸爸给狮子理发。第1个故事是用小丑的口红写在一个被踩扁的爆米花盒子上，故事被刊登在了《纽约人》杂志上。负责人当即表示合约达成，痛快地签下了100万的支票。支票到手，大家开起了庆功宴，唯有新小妹一脸忧愁，我怎么坠落到和他们为伍，成为了一个文学骗子？小新过来安慰她，只要这本书出版，就不只是眼镜仔喜欢你了，那些你喜欢的明星也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校长走了过来，给大家带来了改进版，看到名字就让他们大吃一惊。特兰西瓦尼亚预备学校的吸血鬼兄妹，食人魔变成了吸血鬼，桥变成了城堡，毛毛球运动变成了雪球大战，这简直是又烂又蹩脚。出版商给的解释是，市场检测显示食人魔不讨喜，所以才做出了修改，还表示现在书的版权是他们的，不服就憋着。大家很难过，这是他们集体努力的成果，怎么能说改就改？尼尔告诉众人，拥有这种情绪就表示你们已经有了作者尊严，不是只看钱，而是更在乎共同的心血。就在他们准备向无良书商反击时，小新阻止了他们。他还记得最初写书的目的就是赚钱，然而当校长告诉他食人魔和巨怪的100年大战变成吸血鬼舞会的舞蹈比赛之后，他撕掉了手里的支票，那就把我们的书找回来吧。于是一行人偷偷潜进了青少年文学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总部，他们的计划就是用带来的 U 盘将那个垃圾版本调包，等出版商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桥下学院的食人魔双胞胎就已经在各大书店上架了。首先由校长扮演外卖员吸引保安，然后写作帮成员分头行动，各显神通。终于他们来到了中央电脑外，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中了埋伏，因为团队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的计划。这个人就是新小妹，她太想让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了，而且出版商还承诺让她写续集。现在就是输入密码打印的时候了。接过 U 盘之后，新小妹很歉意的抱了抱哥哥，小新自然是不会领情，于是新小妹有些难过的插上了 U 盘。负责人还在旁边补刀，有声读也只提供删减版哦。好吧，青少年写作帮完败。然而当看到实体书时才发现，这就是他们写的那个版本。原来一切都是新小妹的障眼法，假装叛变，麻痹敌人，然后等到负责人输了密码，他要将 U 盘调包。看着大家都在阅读自己写的书，写作帮众人别提多欣慰了。新小妹也很高兴，因为她依然是作者。然而当她翻开最后一页，竟然是尼尔的照片，此时的他正在海滩吹海风呢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可怜的新小妹，没想到有第3个 U 盘吧，我又一次白嫖到了畅销作家的头衔。而且最妙的是，我都不识字。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之下，所有能够吸引大众目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牟利的工具。当写作不再是为了寻求共鸣，而是生产商品的工具，那么文学的失落也就在所难免。所谓深受青少年的喜爱，不过是因为本身就去迎合读者。新小妹察觉到了背后的危机，然而单打独斗怎么敌得过群策群力？况且她微弱的自控力只能导向失败的结局。再说主角青少年写作帮，它的成立却是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，但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捍卫却已然将自身与唯利是图划清了界限。有人能够坚持自我，就会有人向前看齐。出版商就是为了利益无条件迎合读者代表，让他们被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一步步禁锢了思想，走入茧房，直到最后人人都怀揣着一样的想法。市面上流传着千篇一律的图书，再也不会有参量多样的文化。利益至上的资本市场确实是幕后推手，但决定踏入陷阱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。走出舒适圈，多尝试新鲜的事物吧，不要亲手将自己与世界隔离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